他是叶晨。哼，没用的废物，竟然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，这便是你对我的反击吗？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凯旋虽是所托非人，可终究是我亲手创作而成。看不出来，这家伙还挺念旧情的嘛。当初打造凯旋机甲的时候，他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这枚芯片，可不能重新落回天宫集团的手里。我就知道这个守财奴。正好这枚芯片中内含大量战斗资料，刚好可以拿来给0号使用。什么？你又要给我塞破烂？哥哥，检测到 K19型号机甲的战斗芯片。这是当初城卫队求着我设计的样品，没想到只是因为天宫集团一句话就被废弃于此。叶晨，林少只不过是想要神光机甲的署名权，用以参加机甲大赛，你怎么敢拒绝？神光是我费尽心血亲手创造的新型战斗机甲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转让。你还真以为自己是首席设计师，集团就离不开你了？你要记住，你的一切都是集团给的，没有了集团的支持，你一文不值。如果你还执迷不悟，那就一辈子活在最底层吧。距离神机城的机甲大赛只剩2周时间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在大赛开幕前找到合格的机甲主体，拼出完整的机甲。流星，不好，流星的落点是这里。哥哥，检测到未知物体，物体内部蕴含能量极高。竟然是机甲，这次赚大了。哥哥的数据库中并未找到这类机甲的信号，这应该是一块普通的能量体。你还怀疑我？你的数据库可是我导入的。虽然机甲轮廓隔着召唤舱有点模糊，但它四肢轮廓清晰，这明显就是人形态机甲。在它的额头部位还有裂痕，那一定就是端机接口。还有这么多特殊的收容设计，这副机甲绝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。哥哥，主人懂得好多。那是当然，还不快帮我把它搬回去？奇怪，机甲明明成功展开了，却无法启动呢，是不是哪里出错了？啊，对了，用神经搏元器试试看。能量评级 SSS 级，修复程度0.01%。损毁程度在这么高的情况下，综合评估竟然还能达到1级机甲的程度，这可真是台好机甲呀！天宫集团，等着吧，我一定会在机甲大赛上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接下来就该尝试一下驾驶机甲，测试契合度了。我是谁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是艾琳星火，是统治整片仙域的至高女皇，是站在人族巅峰的强者。因为巡视各个星球的布方，在路过蓝星时被人偷袭，重伤濒死，不得已只能以残存能量化作晶体封印自身。可我为何会突然醒来？啊！这副机甲的设计师是脑子有问题吗？竟然连入舱口都没有，要不要这么反人类啊？入舱口，机甲。看来我之所以提前苏醒，正是因为此人。不错，此人相貌堂堂，又与我有功。待我恢复以后，或可奖赏其一个官职。没有入舱口，那我就自己来弄。入舱口，这家伙该不会把我当成了机甲吧？混账！你敢！
着，还不快给我滚下来！总算是进来了。这副机甲设计也太反人类了，不仅要我自己开入舱口，驾驶室还这么小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个驾驶位设计的倒是蛮舒服的，软软弹弹的，还有点香味儿，就好像是坐在女孩子怀里一样。好了，接下来开始测试机甲契合度。契合度？呸！我堂堂星域女皇，绝不可能受你摆布。抬手，抬脚，坐下。明明根本不想动，但他一开口，身体就不自觉地动了起来。不错，看来这副机甲和我的契合度很高嘛。谁和你契合度高了？是时候给你取个名字了，从今天起就叫你0号吧。放心，我一定会让这个名字响彻神机城。响彻神机城？说是让第2个人知道我被当成机甲的事情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看来还是要修复0号的伤势才行。修复伤势？好啊，等我恢复以后，一定会重重的奖励你。知道了，我可是有名的天才少女，保证你的机甲还和之前一样完好如初。没有，你肯定是听错了。先不说了，我这边有客人来了。这是哪里来的破烂？怎么不折叠成手环？叶晨，你还干上捡垃圾的活了？中间竟然还被开了个洞，还不是因为那个家伙？其实本来是没那么破的。所以你这次来是买修复材料？对。依旧不给钱？怎么能说不给钱呢？你这是给未来的首席机甲设计师投资吗？所以这就是你欠了我20万星币的理由。算了，看在咱们俩之前的交情上，你需要什么材料直接说吧。你确定要用这些破烂东西来修复机甲？我的能力你还不知道吗？卡卡就是我从垃圾堆里淘来的各种零件做的。这种破烂零件也敢往我的身体里面塞？对了，还要点能量液。这具机甲损坏的太严重了，能量液说不定能起到一些作用。能量液的确对我有一定的恢复作用，还好这家伙没有太过于丧心病狂。最低级的能量液就行。最低级的能量液？混账，那不就是泔水？你要是真的敢喂我喝泔水，你就死定了。修复的简直和新的没什么区别啊！不愧是咱们的叶大设计师。要不你跳槽到我这里吧，收益咱们俩对半。我要是来你这里的话，估计要不了几天，你这店就要黄了。啊？难不成天宫集团还在针对你？那你现在……是啊，原本找的修理厂工作，这不才捡完垃圾回来。叶晨，说谁是垃圾呢？这些家伙太过分了，简直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嘛！对了，我知道有一个地方，他们一定不怕天宫集团。说来听听。黑市的地下角斗场，创办这个地方的可是大人物。如果你要去的话，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自身安全，因为那里经常会死人。没关系，我对0号有信心，只是在那之前还要再把0号修复一些。你帮我把能量液取来几份。叶晨，你这个混蛋！恭喜狂虎选手成功获得本场胜利。叶晨，你曾经是天才设计师，可是并没有任何关于战斗方面的经历。你确定要参加角斗场吗？既然来到这里，就代表我已经做好了觉悟，不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为你介绍一下角斗场规则。这是我们角斗场的3大排行榜，根据选手自身的战绩，排行榜的排名会提高或者下降。在选手的排名达到当前所在排行榜的首位以后，即可挑战更高一级排行榜。如果成功，就可以晋级。若是能达到金榜，出场费将达到1000万星币以上。由于你初来乍到，并且没有战斗方面的过往战绩，因此只能从0开始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立刻为你安排第1场。那就麻烦你了。
对了，我觉得有件事要和你提一下。天宫集团被誉为3大新星之一的凯旋机甲使用者，也是我们角斗场的选手，并且是位列金榜。陈哥，求求您给我一次机会，帮我设计一副机甲吧，要不然我一定会被开除的。你的四肢高度不协调，很难对机甲进行有效操控，你不适合战斗的。陈哥，求求您了，我真的很珍惜这次的神机城机甲大赛，这是我唯一想要翻身的机会，我一定不会忘记您的恩情的。好吧，我就帮你想想办法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天才首席设计师叶晨吗？勇哥，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集团的设计师了。是啊，得罪了我们集团的公子，还想在这里继续待下去？依我看，他的余生怕是都要靠捡垃圾过活了。叶晨，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，明明自己前途无限，偏偏为了那点所谓的坚持，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不过我倒是还要感谢你，若是没有你亲手设计的机甲凯旋，以及那套神经搏元器，我还真的没办法通过集团审核，获得参与机甲大赛的资格呢。至于你，乖乖的回去做个平民。我会参加机甲大赛。你说什么？我会参加机甲大赛，并且夺回自己的一切。各位观众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本榜第120位选手——机甲粉碎者。机甲粉碎者所驾驭的是1级兽型机甲，设计形态与巨猿相近，还拥有无比强大的臂力，甚至可以撕破地级机甲的防御。所有和他对战过的机甲都无法完好无损的离开。这一次送死的又是谁呢？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另一位选手星辰。林浩，接下来我们2个可要首次并肩作战了。谁要和你并肩作战？分明是你自己硬要挤进来的。星辰所使用的是1级人形机甲，作为我们决斗场的新人，目前还没有任何战绩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要买机甲粉碎者赢，我要买100万星币。新人，他怎么敢跟机甲粉碎者打？小子，若是你识相的话，就快些投降。你的话还真多。哼，找死！巨猿机甲手臂上的炮台是由神机城精锐部队所淘汰下来的R36型号。只是刚一开始，机甲粉碎者就要直接动用杀招了吗？这个新人死定了！哈哈，还好我买了机甲粉碎者赢。这可是生死之战，我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。混蛋！先是喂我喝泔水，现在又敢如此轻薄于我。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主动的想要找死！混蛋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该死！该死！离我远点儿！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明明记得自己好像什么也没做。什么都没做，依我看，你是什么都做了。哦，一定是我刚才不小心触碰到了什么隐藏开关。嘿，看来林浩的身上一定还藏着很多隐藏功能，回去一定要找找那个隐藏开关。不过，机甲手感真不错呀！你敢？你要是敢用你的脏手乱摸，我一定会剁了你的爪子！让我们恭喜星辰选手取得本场战斗的胜利！
老板，根据系统检测，星辰的0号在与巨猿机甲接触的前一刻，所迸发的能量等级达到了D级。我怀疑，你怀疑叶晨在故意隐瞒实力？这绝不可能！我曾亲自检查过0号，除了机甲主体的材质未曾见过以外，其他各方面的素质最多也就1级水准。可是，好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叶晨，所有人都以为你对于机甲神光倾尽了心血，可没想到啊，你竟然还偷藏了一手。不过嘛，如果仅仅只是天才，而没有任何物质上支持的话，还是远远无法和天宫集团抗衡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推你一把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天为叶晨安排最少3场以上的战斗。另外，叶晨每次的出场费增加3倍。原本我这次的出场费只有1万星币，没想到竟然增加了3倍。这一次，你们2个可有口福了。嘎嘎，主人万岁！有口福？谁要喝你的垃圾能量液啊？这是你的。嘎嘎，你别过来啊！我可不想再喝那个破垃圾能量液了。叶晨，看来很有效，还要多弄一点能量液。你还来？接下来就该仔细检查一下了，最起码也要找出0号今天爆发力量的开关。哎，这里软软的，摸着还怪舒服呢。混蛋！把你的脏手从我的腰上拿开！这里还蛮滑的，到底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呢？你竟然还敢摸我的腿！你不就是想要找能量爆发的开关吗？现在还不快点把你的脏手拿开！哦，原来是这里！你这家伙还没完没了了！可是，说是不配合这家伙的话，天知道他还会往哪里乱摸。成功了！嘎嘎，主人好厉害！哼哼。让我们恭喜星辰选手又一次取得胜利。很难想象，只是短短1周的时间，星辰选手连续经历了20场战斗，并且仍然保持着全胜的战绩，简直是我见过的有史以来潜力最强大的新人。星辰选手到底能走到哪里？让我们所有人拭目以待。虽说这话让我有些不爽，可话又说回来，连续20场战斗，他的进步速度异常惊人。现在他的战斗素质已经不亚于一位成熟的机甲战士了。他射击能力炉火纯青，战斗天赋也是极为惊人。奇怪，不是说要我来办公室吗？人呢？哟，这不是我们角斗场赫赫有名的新星吗？米娅姐，你就甭拿我打趣了。不是说有好消息吗？快和我说说。好消息是，经过你的20场连胜，你的排名已经晋升到了银榜首位。另外，你的机甲等级也已经达到了D级。以你目前的实力，放眼神机城也算得上是个高手了。因此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有资格挑战金榜了。相信你应该不会拒绝这样的机会吧？米娅姐，以你的情报能力，应该不难知道我和于勇之间的恩怨。这样的机会，我怎么会拒绝？这是有关于于勇以及凯旋机甲的情报资料，你回去可以研究一下。当然，关于凯旋机甲，这世上应该也不会有其他人比你更了解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需要征询一下你的意见。什么事？我打算在你和于勇的决斗开始之前，对外公开你的真实身份，以此进行宣传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可以拒绝。米娅姐，你只管去宣传就是了，我求之不得。没想到叶晨竟然跑去角斗场了，还打出了点名头。林少，现在网络上已经传遍了我们强行霸占叶晨成果，针对叶晨的消息，全部都是关于我们的负面新闻啊！叶晨他哪有那么大的资源？依我看，这分明是那个贱人在暗中作祟。林少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要是继续任由事件发酵，董事长那边怎么办？
这还用我告诉你吗？你在角斗场上直接杀了他不就是了？可是，凯旋机甲毕竟是叶晨亲手创造，若是他做了什么手脚，够了，我不想听你的那些理由。集团在你身上砸了上亿的星币，若是连这点事情都解决不了，就别再回来见我。没想到啊，0号机甲的主人竟然是曾经天宫集团的首席设计师啊！我记得之前天宫集团说叶晨是因为窃取机密资料才被开除的。于勇所驾驶的凯旋机甲也是叶晨亲手制造的。各位观众，接下来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战斗。下面有请天宫集团的新星 C 级凯旋机甲的使用者，金榜排名第69位，于勇。接下来登场的是天宫集团前首席设计师、银榜首席、连胜20场无一败绩的0号机甲使用者叶晨。叶晨，你乖乖待在贫民窟，当个最底层有什么不好？现在竟然非要跳出来找死，那我就只能成全你了。于勇，我可曾有哪里对不起你？可是我有逼着你那么做吗？叶晨，或许你不在意，当初的那一跪是我毕生的耻辱。少说废话，殷切，你别想活着离开。叶晨，当初你为我定制的凯旋机甲只有1级水准，但现在通过改造升级，我的机甲综合评级已经达到了D级的顶峰。接下来只要杀了你，我便能得到林少的赏识，所以我总归还是要好好感谢你。无耻至极，明明是受人恩惠，竟反倒怀恨在心。叶晨，直接杀了他！凯旋机甲的优势在于其高速飞行能力，辅以强大的重火力进攻能力，可以对敌人实施全方位打击。只是我与0号也早已今非昔比。叶晨，受死！无法锁定，这怎么可能？给我死！这怎么可能？叶晨果然是个天才，竟然真的成功引导出了我的一丝力量。叶晨，当初在给我设计机甲的时候，故意藏了一手，对不对？哼，只知道仰仗别人成果，自己却又不知进取，简直无可救药。激光剑，从哪里搞到那么多钱？钱可买不到它。叶晨，我就知道你这都是唬人的东西。不对，碾压，简直就是绝对的碾压！本场的胜利者是叶晨。哼，没用的废物，竟然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，这便是你对我的反击吗？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凯旋虽是所托非人，
可终究是我亲手创作而成。看不出来，这家伙还挺念旧情的嘛。当初打造凯旋机甲的时候，他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这枚芯片，可不能重新落回天宫集团的手里。我就知道这个守财奴。正好这枚芯片中内含大量战斗资料，刚好可以拿来给0号使用。什么？你又要给我塞破烂？叶先生你好，我是神机城电视台的记者，请问您方便接受接下来的采访吗？采访关于天宫集团吗？没错。我当众击杀了于勇，对于天宫集团而言，无疑是公开宣战。既然如此，何不让这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呢？啊，可以，请开始吧。请问叶先生，在击败于勇以后，您打算继续在角斗场向上挑战吗？在神机城机甲大赛结束前，我应该不会再参加角斗场了。等等，您刚才提到的是神机城机甲大赛，难不成您……没错，我打算参加机甲大赛。神机城的机甲大赛是由蓝星的联盟军主办的大型活动，您和天宫集团之间有着旧怨，说是他们采取行动针对您的话。你是说，若我执意参赛，在天宫集团的权势下，极有可能会演变成无数参赛者针对我一人的情况，是吗？没错，所以……那又如何呢？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复仇所做出的努力。被电视台采访的感觉怎么样啊？米娅姐，这些果然是你安排好的。那是当然，若是没有我的允许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进入选手通道？对了，虽然我觉得你应该清楚，但还是要提醒你一下，大家之所以会如此激动的欢呼，是因为如今的你代表着平民，而天宫集团代表着权贵。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什么是比巨大身份差距之间的冲突更令人感到振奋的了。在接下来的大赛中，你若成功了，事迹自然会被无数人传播憧憬；可若你失败了，那么就只是昙花一现，很快就会被所有人忘记。米娅姐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。那先不说这些了，关于机甲大赛的事情，我要提前和你说明一下。虽然机甲大赛的消息是对外公开的，可如今的你根本无法获知其中的内幕消息。首先，机甲大赛是由蓝星联盟军所主办，参赛的要求是30岁以下，并且必须驾驶自己亲手打造的机甲，目的是为了选拔各方面素质优秀的种子。这批种子会被联盟军选中，直接成为联盟指挥长。用一步登天来形容也毫不为过。这将是你唯一能够扳倒天宫集团的机会。这家伙又想做什么？不是吧？还来？相较于其他等级的能量液而言，终极能量液更具备性价比。0号，这次你有口福了，我可是给你换了不少终极能量液。野尘，你通过我赚了那么多钱，竟然只给我买终极能量液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一台机械车竟然也会护主吗？哼，有点意思。找死！哥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天宫集团已经对外声明，你这一代的家用机器人已经全部被淘汰了。只要用你这种被淘汰的机器人，再加上一些钱，就可以换来更好的机器人。所以你被你的主人送到了这里。哥，可以运行了吗？哥，我给你打造了新的身体，你试试看，感觉怎么样？哥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说卡卡，那从今以后就叫你卡卡好了。哥，你和你的主人都一样，都是垃圾！你们就乖乖的待在垃圾堆里去死吧！应该待在垃圾堆里的人，
是你！警告！警告！机体当前遭到严重损坏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D级机甲，为什么能击穿 C 级机甲的防御？天宫集团派你来的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去死吧！你以为我没有做出任何防备吗？叶晨，我会在地狱里等着你。自爆装置启动！我承受了这么多折磨，就是为了能早日恢复，岂能任由你破坏？哥哥，哥哥！等等，我记得刚刚我还没有下达指令的时候，林浩就已经提前架起了光盾。哦，我懂了。叶晨，你总算醒悟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机甲，这是我用来沉睡的晶体。看来林浩机甲的内部具备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，这才会出现自我防御的情况。看来真是捡到宝了。自我防御，哎呀，果然是好宝贝，座椅手感也好得很，除了有点丑丑的，驾驶舱里挤挤的以外，简直无可挑剔。叶晨，你混蛋！哥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至于那条机械手臂，我很快就会给你换上新的。哥哥，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，别傻乎乎的在前面挺着，知道了吗？哥哥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主人。我可没教过你这些。这一次的刺杀，定是天宫集团派来的。这次没有成功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得搬家了，贫民窟这边是不能再待下去了。只有到了那边，天宫集团才会有所顾忌。天宫集团，爸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竟然问我想怎么样？你怎么不看看自己都做了什么？角斗场那边我已经派人过去准备接管了，你给我立刻回家。爸，你不能阻止我，我有必须这么做的理由。米娅，我只是想保护你。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米娅姐，我这边刚刚遭到了袭击，想临时搬家到富人区，所以……没问题，这件事情交给我。怎么样？这里可是我偷偷用朋友的名义买下来的，就连我爸都不知道。中间我都打理好了，天宫集团绝对不会发现你在这里。米娅姐，谢谢。你要是想谢我，那就在机甲大赛上战胜天宫集团吧。只是你确定要把这东西带到别墅里，而不是放在仓库？这个女人竟然还想让我住仓库！林浩可是我战胜天宫集团的底气，放在身边可以随时检查，也安心一些。带在身边随时检查，那还是让我住仓库吧。算了，随便你。对了，这里面的房间你随便挑，直接住进去就好了。我先上楼洗个澡。洗澡？你不打算回去吗？回去？大哥，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。为了帮你，我现在不仅工作丢了，而且身无分文，就只能靠着你养我了。你该不会想不负责吧？呸！这个狐狸精！我倒是不介意。呸！狗男女！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狗男女。叶晨消失了，立刻给我找！小天，你很怕叶晨吗？胡说！怎么可能怕他？小天，我能感受到你的恐惧，你担心自己无法在大赛中战胜他，所以才迫切的想让他死在大赛之前。我没有。在你的身后是整个天宫集团，可是叶晨呢？即便他再有天赋，又能如何在大赛上堂堂正正的碾压他？我等着那一刻。叶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没问题，可以开始了。小亚，立刻启动反应力测试装置，难度要求困难。来了。
这家伙果然天赋异禀。小雅，停止射击，统计数据。没想到只是短短几天的时间，你在困难级的难度下，各方面都表现出了 SSS 级的评价，我们已经可以进入更高难度的阶段了。米娅姐，你这里的系统到底是以什么为评级？我没和你说过吗？不对，分明是我说了，你没记住。啊，女孩子都这么奇奇怪怪吗？呸！狐狸精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又在勾引男人了。既然你没记住，那我就再给你讲一遍，这里的系统是以蓝星联盟军为标准，进行了高度还原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即使驾驶一台最普通的机甲，也足以轻松击败机甲大赛上的绝大多数选手。但这还不够，若是想要打败天宫集团，在大赛上夺冠，你必须要通过噩梦级难度的各项测试，这样才是万无一失。叶晨，你成功了！现在的你已经不逊色于联盟军的兵王了。等到了机甲大赛，你一定可以震惊所有人的。米娅姐，能帮我开放更高级别的难度吗？更高的难度？我想试试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神光机甲的改造进行的如何了？林少，在您不计代价的资源投入下，机甲整体初步的改造已经完成了。给我神光机甲目前的各项数据。林少，B级机甲放在神机城已是最顶尖的存在了，再加上神光机甲本身的特性，就算是蓝星联盟军的王牌部队，也无法相提并论。好，很好，叶晨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跟我斗。这真的是地狱级难度吗？叶晨的天赋竟然这么恐怖！若是以叶晨的天赋，再加上那具强大的机甲，我们真的有戏！由蓝星联盟所创办的机甲大赛选拔赛即将开始。在此之前，我要声明以下几点：首先，由于选拔赛的人数众多，因此选拔赛将在神机城的各个区域同时举行。当然，最终的决赛阶段将会集中在赛事广场举办，这一点各位无需担心。另外，参加选拔赛的选手年龄不得超过30岁，并且所操控机甲必须是由自己亲手打造。最后，机甲大赛的过程中无尽生死。记得以前的赛事上，从来都是要求不伤害选手的性命，可是这次怎么变了？我倒是觉得这样刚刚好，毕竟叶晨和天宫集团之间的战斗，我可是期待很久了。若是没有拼上性命的觉悟，纵然是天赋再强，又有什么用？如果有选手反悔，可以随时选择退出。现在，我宣布神机城机甲大赛正式开始。这个规则改动，估计是天宫集团的手笔。叶晨，琳琳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还记得你上次来的时候，我在修理一台机甲吗？本来那台机甲只是发动机有些问题，可是在我的认真修理下，不知怎么就突然散架了。这个机甲的主人要我赔偿，可你也知道嘛，店里的生意向来不好，哪有钱赔他？刚好听说这次的大赛前10名都有奖金，所以我就来了，看看能不能碰下运气。对了，这段时间神机城可是到处在流传你的传说，你现在有把握吗？应该没问题。哎，那就好，毕竟你还欠我钱呢，可别就这么死了。这家伙会死，通关了地狱级难度的测试，甚至还用能量液硬生生的将我的力量恢复到了1%，怎么可能会死？更何况，这个家伙就算是死，也必须死在我的手上。请1号选手、2号选手上台，另外，请3号选手、4号选手做好战斗准备。到我了，你是1号，运气好没办法，接下来你就好好看着我表演吧。哼，毕竟我的机甲可是我呕心沥血亲手打造的。小姑娘家家来参加什么机甲大赛啊？
凭什么女生就不能参加机甲大赛了？小看我，你可是要吃亏的。等你跟我碰一碰，再回去嘴硬吧。我当机甲师的时候，你可还在娘胎里呢。今天就把你打成猪头，臭大叔！我没看错吧？那台红色机甲怎么是个残疾啊？这种破烂也可以拿来参赛啊！小姑娘，这么个破烂也拿来参赛，别自己打着打着散架了。这玩意儿可稀有啊！参赛这么多的机甲里，就你一个奇葩。你可以侮辱我，但绝对不能侮辱我的机械天赋。谁允许你说我的设计是破烂？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别，我知道错了，快住手！住手啊！我认输。那个，刚刚我是不是嘲笑过她来着？这个女孩虽然在机械天赋上一言难尽，但战斗力是真的可怕呀！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琳琳吗？怎么这么可怕？这也算可怕，真该让你见见我的全盛期。选拔赛第1场结束，1号选手胜利。接下来，请3号、4号选手上台，5号、6号选手做好准备。叶晨，我设计的机甲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厉害？确实很厉害。虚伪！我帮你把机甲的手臂重新接上吧。那就拜托我们的叶达设计师啦。绿叉。哇，叶晨，你不愧是唯一比我厉害的机械天才。比你厉害吗？只比你厉害，那就真完蛋了。接下来有请99号、100号选手上台。轮到我了。那是0号，是叶晨的机甲。没想到这场选拔赛，叶晨竟然被分到我们这边的区域了。叶晨，终于轮到你上场了，让神机城看清楚你真正的实力。叶晨，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难道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吗？你可是天宫集团的敌人呐！只要能将你击败，不，哪怕只是给你造成一时半会儿难以修复的损伤，就可以得到天宫集团的青睐。现在想要一步登天的人可不在少数啊！那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你的防御手段竟然比资料上更强！你的机甲根本不是秘籍！想杀我的尽管来，这便是你们唯一的下场。林少，据消息，叶晨在今天的选拔赛上表现张扬，凡是有意靠拢天宫集团的机甲战士，全都被杀。现在，叶晨已经晋级了下一轮比赛。死了就死了，没用的废物，不配加入天宫集团。今天只是个开胃菜，明天才是重头戏。叶晨，想要活到和我决斗的那一天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经过之前的选拔赛，此处地区的选手仅剩288人。为了加快比赛进程，联盟军临时决定更改赛制。接下来的比赛将以战场的形式展开，每8人一组，轮流上场进行对决。当选手失去战斗能力或选择认输，则视为失败。如果场上只剩下3人或不足3人，则视为晋级成功。这也行？对呀，这什么规则呀？这从来没这样过。哎，等等，这不公平啊！若是按照这种赛制，万一其他人全部都围攻一人，那该怎么办？没错，其他人暂且不说，单论叶晨和天宫集团之间的恩怨，这对于叶晨就不公平。真正的星际战场从来不会讲什么公平，
只有做好觉悟之人，才有资格拿起刀剑。我宣布，比赛开始。看来我的运气很好嘛，竟然和你分到了同一组。运气很好，你不如看看这些周围的选手。虽然战斗尚未开始，可显而易见的是，他们的目标都是我。一旦战斗开始，你立刻远离这个位置，不要被殃及。我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和叶大设计师一起并肩作战，哎，总得让我体验一下吧。放心吧，若是势头不对，我一定会躲起来，绝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你最好是……你们与其在这里卿卿我我，倒不如考虑一下该怎么应对这些敌人。这些家伙的能量核心全部都是 C 级水准，是这处区域选拔赛中的最强梯队。这绝对是天宫集团暗中插手，临时更改赛制，摆明了就是要叶晨死。等等，我是在为叶晨担忧吗？不，绝对不会。我只是担心沉睡晶体受到损伤，仅此而已。下面我宣布战斗开始。叶晨，小心！联盟军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这已经完全算是黑幕了吧？同时被6名敌人围攻，就算是叶晨也难以对付吧？这些走狗还没加入天宫集团，便已经如此迫不及待的表忠心了吗？我倒是可以理解他们的作为。爸，你怎么？作为你老爸，我当然要来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小子能把我的女儿迷成这样。爸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掌管神机城的地下势力多年，你真以为你和叶晨住在同一个别墅，甚至专门陪他特训的事情能瞒过我？爸，我……你们啊，太小看天宫集团了。我如果没派人帮你们抹掉踪迹，你们早就被天宫集团杀了。你和你妈妈真的太像了。一样的剧，这些参赛的选手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，他们通过自身的机甲天赋，让他们看到了跻身上层的希望，但出身的限制注定了他们的人生希望渺茫。而眼下能搭上天宫集团大船的机会近在咫尺，他们又怎会舍弃？就算他真的能赢下这场比赛，但终究会倒在路上的。叶晨和林天的起点相差太大了。爸，你说的确实没错，但我相信我所认识的叶晨和林浩，他们一定可以。叶晨，抵抗是没有用的。你如果现在投降，还能留得一条命在。和他废话做什么？还不快点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干得漂亮！等等，你们快看！琳琳，明白。我们的进攻竟然被挡住了，该死！我的机甲设计果然是一流的。可恶的叶晨，一定是你在帮我修理的时候偷工减料了。等等，叶晨，受死吧！这道攻击完全可以摧毁 B 级机甲防御。若是我的全盛时期，何足为惧？可我身受重伤，若是正面接下，未必能全身而退。必须要立刻提醒叶晨，避免他疏忽大意。没办法，只能尝试用意识沟通了。只希望1%的能量不要沟通失败才好。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强大能量波动，能量贫瘠，危险！琳琳，叶晨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死在这里，绝对不会！一定要做
走下去。那是我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一直都想要教我修理方面的技术，可是我根本不想学。但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够像机甲战士们一样，前往星际战场上去战斗。可是后来听说要开战了，联盟军临时召集了爸爸妈妈去参军，说好的1年就回家。可是5年过去了，爸爸妈妈依旧没有回来。或许是因为爸爸妈妈一直都没有回来，渐渐的，很多地痞流氓都盯上了我家的修理店。我曾经无数次想过，要不要就这样去死。直到那一天，那些混混，我已经警告过他们了，他们绝对不敢再欺负你。要是还有其他人找你麻烦的话，就提我的名字。对了，我叫叶晨。后来我想尽办法打听到叶晨的真实身份，他竟然是天宫集团的天才首席设计师。明明那些周边的邻居在爸爸妈妈离开以后都对我不闻不问，可这样的大人物也会关注渺小如蝼蚁的我吗？自那以后，我开始幻想着成为一名很厉害的机甲设计师，要让叶晨刮目相看。叶晨，你不可以死，绝对不可以！我知道的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的，自己根本没有设计机甲的天赋，更没有修理机械的才能。叶晨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真想看到你战胜天宫集团的那天。这样恐怖的破坏力，这真的只是机甲大赛吗？哎呀，可惜了，或许叶晨还能活下来，可拦在最前方的那台红色机甲是绝对无法幸存的。你呀，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看下去了，跟我走吧。要走你自己走，我不走。叶晨已经死了。这不可能！哎，等等，你们快看，叶晨没死！不仅是叶晨，就连那台红色机甲也平安无事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虽说消耗了0.04%的能量，可总归是赶上了。0号，谢谢了。可恶，我需要你的道谢吗？这么多年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被男人哄，而且竟然还是因为一个女人。0号，立刻调动储备能量！立刻！别装死了！我知道你具备自我意识。该死的叶晨，就算你不说，难道我就不会帮他了吗？这么多年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欺负。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要把你大卸8块，才能解心头之恨。我就知道叶晨肯定能赢。这怎么可能？去死！等一下，我这……想认输，早干嘛去了？你有完没完？精彩，实在是精彩！精彩！天宫集团就差在规则上写杀死叶晨啊！你们联盟军的答复就只有这样吗？这场比赛绝对有黑幕，联盟军难道不管吗？可恶！难道有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在真正的战场上，以少敌多的例子并不罕见，只有血与火才能磨砺出最强大的战士。当然，关于这件事，在比赛结束后，联盟军会进行调查处理。现在，我宣布最终的比赛结果。连少，有关于叶晨今天的战斗影像，我已经发给你了。你先退下吧。叶晨，看来这些废物根本无法阻止你的脚步。不过，这样也好，我将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手将你处决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得罪天宫集团的下场。自从那场战斗结束后，都连续3天了，我甚至已经打入了最终的决赛阶段。可在此期间，0号的人工智能就好像消失了一样。
这家伙平时挺聪明的，可怎么一涉及到0号就跟白痴一样？人工智能，亏你想得出来！等等，总不会是因为那天我吼了你，然后你记仇了吧？我可是星际联盟的至高女皇，我怎么会记仇？应该是我想多了，人工智能应该没有记仇的功能吧？叶晨，那就应该是能量过度消耗导致人工智能进入休眠状态。看来应该再多弄些能量液过来才行。能量液不行，绝对不能再让这家伙给我喂泔水了。只有高级能量液可以极大程度帮助我恢复。哈，你果然会说话。可是，一瓶高级能量液起码也要10几万星币。混蛋！你通过我在米娅那里赚了少说也有几千万星币吧，到头来连10几万都舍不得。叶晨，你如果想在决赛保证胜算的话，请给我使用高级能量液。我好歹也是你主人，你就这么称呼我？忍住，一定要忍住，绝不能被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说不然我真的没脸见人了。唉，不说话就算了。高级能量液是吧？我买就是了。怎么总觉得你和女孩子一样，驾驶舱里弄得又软又香，就连你的智能也是个倔脾气。希望我恢复以后，你还能站在我面前，到时候我一定要把你这张破嘴给封上，封1万层。根据联盟军的统计，最初参赛的选手足有数千人，到了总决赛就只剩30多人了。的确如此，但最终的胜者只会有一个，那就是我。你们快看那边，林天和叶晨对上了。无论是林天还是叶晨，两人这段时间的战斗都是呈碾压姿态，还真的很难分辨孰强孰弱啊。我倒是觉得林天更胜一筹，毕竟他拥有着整个天宫集团作为后盾呢。大设计师，好久不见呢，或许该叫你叶机甲师。这是你的同伴，我听说过毫无用处的设计天赋。至于你，我会在决赛上亲手将你处决。没别的事儿的话，就滚吧，叶晨。一切该有个了断了。今天是比赛进程的最后一天，现场的一切将面向蓝星实时转播，因此希望各位选手都可以拿出自身最强的战斗姿态。接下来我将宣布比赛规则，比赛规则为单独对战，以人工智能进行随机分配对战组，胜者晋级，败者淘汰，直到决出剩下2人进行最终对决。接下来我宣布比赛开始。星云将军，目前机甲大赛的选手已经陆续淘汰，仅剩最后3人。无论是叶晨，亦或是林天，对于其他选手而言，皆具备着绝对的压制力。至于这名叫做林玲的女孩，虽不如前2人，可战斗天赋仍是令人惊叹。我听说叶晨和林天之间有着无法化解的恩怨。是，如果在决赛中不加以制止的话，2人之间势必会有一方死去。为什么要制止？可是通知神机城的各方势力，任何人想要干涉比赛，那么就必须要承受联盟军的怒火。至于天宫集团暗中影响比赛分组的事情，就暂且放一放，等最终比赛结果出来再做定论。是。叶晨，你要好好加油，一定要战胜林天，夺回自己的一切。这是当然的，我这段时间以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刻。我相信你，我认输。林玲认输，叶晨获胜。接下来，叶晨对战林天。这一天我等了太久了。叶晨，准备受死吧！来吧。0号，立刻激发储备能源。我好不容易才将能量恢复到10%的程度，现在又要消耗掉一部分。算了，谁叫这林天让人看着不顺眼呢？我就勉强帮你一次。这怎么可能？叶晨，上钩了。叶晨，你。林天，我很想知道如今的你作何感想。我还没说，动起来！林天，是你输了。
输？我怎么可能会输？叶晨，即便是到了现在这种地步，你敢杀我吗？不，你不敢。你曾经是天宫集团的首席设计师，你应该很清楚天宫集团所拥有的力量到底是多么强大。说是今天我死在了这里，不仅是你，那些所有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通通都要受到牵连。叶晨，我知道你所做的这些，无非是为了引起天宫集团的注意，你成功了。现在只要你跪下来求我，可以允许你回到天宫集团，你还会继续担任天宫集团的首席设计师。如何？卑鄙！林天他并非是卑鄙，而是巧妙运用了自身所拥有的权势。正如他所说，摆在叶晨面前的其实就只有一条路：臣服。叶晨，叶晨，只要你肯低头，那么你就会重新拥有曾经的。你难道？放心，要不了多久，天宫集团将会为你一同陪葬。叶晨，我父亲一定不会放过你，整个蓝星将再无你容身之地。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本场比赛，我升上为叶晨。接下来有请本次大赛的冠军叶晨。叶晨，首先，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：本届大赛的前10名，除了与之匹配的奖金以外，还将获得加入蓝星联盟军，成为联盟指挥长的资格。真呀，这么好什么机会？叶晨，原来你竟然是这个打算！亲手杀死了少天，以为加入联盟军便可以与天宫集团相抗衡了吗？你错了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生在这个世上。林豪不可能善罢甘休，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我自己找机会对付你了。长官，我想请问，如果加入联盟军，会从什么等级的指挥长做起呢？你们虽然战斗天赋出众，可从未经历过血与火的磨练，当然要从队长做起。不过，如果是作为冠军的叶晨，也许会有例外。当然，你们拥有拒绝的权利，联盟军会给你们3天考虑时间。叶晨，无论你想要加入，亦或是拒绝，我希望你不要急着做出决定，因为将军想要见你一面。将军，该不会是那位星云将军吧？父亲，我记得星云将军被称之为联盟军的支柱，他要接叶晨，这不应该是一件好事吗？米娅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星云将军是艾琳女皇麾下最狂热的追随者，也是唯一一位历经数十场星际大战，保持着全胜战绩的恐怖存在。只是星云将军的行事手段极为酷烈，他的眼中只有胜利，哪怕为此牺牲再多的战士也在所不惜。而星云将军在暗地里被人称之为魔神，那叶晨岂不是会有危险？威力不错，看来你这具机甲果然不凡。我能感受到这具机甲内蕴含着巨大的潜能，它真的是你亲手制作的？星云不愧是我的好姐妹，一眼就看出了问题。我能不能摆脱这家伙的魔爪，全看你。等等，如果被星云发现了真相，虽然我可以摆脱困境，可被叶晨当成机甲驾驶的事情，岂不是就暴露了？啊，那岂不是说我不仅不能暴露，反而还得帮着叶晨掩饰？这具机甲的主体原本是我从垃圾堆捡来的，后来又经过了我的一番改造，才变成现在的样子。之所以能夺冠，还是多亏有他。混蛋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！要是被星云知道，我岂不是……如果给你无限的资金支持，你能将0号机甲量产吗？很难，单是0号主体部分的金属，我就从未见过，并且在0号的体内还隐藏着一个极大容量的能量核心。就算我要复制一个大体相似的机甲，所需要钻研的时间和资源也是一个无底洞。如果0号能实现量产，那才有可能在正面战场取得优势。但连你都做不到的话，那就行不通了。正面战场，这就是我要单独见你一面的原因。在大众的认知里，星际战争在10几年前就结束了。难道？事实上，星际战争根本没有结束，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。起初，在女皇陛下的领导下，我们的确将敌人成功击退。可是，蓝星作为星际联盟的边缘地带，仍然时刻遭受着敌人的侵略。为了避免引发恐慌，女皇陛下以无上伟力，在蓝星上空开辟了星空战场，
10几年以来，联盟军的战士们一直都在星空战场抵抗敌人的进攻。其他星球呢？他们难道没有参与战斗？哼，他们当然不会袖手旁观。但自从确认女皇陛下失踪后，他们立即停止了对蓝星的所有支援，前线大规模溃败，联盟军伤亡惨重。这些事很快就会被揭露在世人面前。真到了那一步，蓝星人心动荡，只会加速蓝星的灭亡。将军，那您见我的目的是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，你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我？没错，越是灾难降临的时刻，人们就越需要英雄。你本是平民出身，天赋超绝，本应一帆风顺，却遭到权贵迫害。身陷绝境之时没有放弃，终于在大赛中手刃仇敌。这简直就是平民英雄最好的模板，没有人比你更加适合。当然，如果你选择成为英雄，那么作为英雄对立面的反派，自然要被送上绞刑架。所以，你的选择是？据本台报道，本届机甲大赛的前10名已经全部参与登记，多人任命为联盟指挥长，并做好了前往星空战场参战的准备。在联盟军的号召下，众多参赛者以及众多蓝星居民纷纷响应，踊跃参加联盟军。时隔多年，星际战争再次打响。这一次，战场已经接近蓝星。我们生长在这颗星球，这里有我们想要守护的一切，我们没有退路。为了蓝星，为了人民，为了每一个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家庭，蓝星联盟军，前进！哼，女魔头又在蛊惑着人们去送死了。唉，无所谓，反正只是一群下层人，死的再多也影响不到我们，大不了就迁移到其他星球。那可得好好找找，不舒服的我可不去。两位，我召开临时会议，可不是为了商讨要去哪儿度假的。怎么，你想给林天报仇？林豪，现在的叶晨，背靠着联盟军，前方战场又是溃败又是失守，你想在这个时候去激怒他？你这是给星云递刀，朝我们头上砍。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要商议的话，我还有事情要忙。两位，要不看一下这份文件？这10几年来，3大集团与敌军进行各种暗中交易的记录，全都在这儿了。你们也不希望这些东西被公之于众吧？报告，2点钟方向130公里处，敌军正在大规模集结，预计半小时后发动总攻。战士们，这已经是敌军向我们发起的第3次进攻了，都打起精神，准备战斗。报告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指挥官，连续2场大规模战斗，9号堡垒的兵力已经损失过半，若是没有援军的话，我们恐怕守不住9号堡垒。那也要去挺。我们现在无法和总部得到联系，但我们的家人就在我们的身后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堡垒。是。妈。指挥官，又有10几名战士牺牲了，这样下去很快就要失守了。在场的所有人全部去前线，所有人死守9号堡垒。我知道了。所有战士随时准备引爆核心，随我突围！这是是援军，是援军来了！猎人作战队奉星云将军命令，前来支援9号堡垒。你们是星云将军派来的援兵？是的。
胡闹！星云只派你们这几个人过来送死吗？这样的战力，那是他就是我们的队长叶晨，有他在，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。唉，多亏星云将军相助，不然灵浩的修复速度不可能这么快。星云将军，这是能量晶石，平时在市面上流通的能量液就是这个东西的稀释产品，它是敌军侵略的主要目标，属于最高级别的战略物资。你大规模给机甲使用的能量液能量太少，你试试这个。但这可不是白给你的，这是在你未来的战功里提前预支。叶晨，杀死虫族小兵是没有用的，前线我们紧住，你去斩走虫族指挥官。为了尽快解决战斗，我还是再帮他一次。检测到堡垒2点钟方向1145.14米处有特殊能量体。灵浩，我太爱你了！你这混账，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目标锁定，斩首！嘿嘿，死！这力量不像是 A 级的范畴。如果用你们的词汇来形容，这台机甲应当是在 S 级偏下的水准。灵浩，协助我！从未有人敢用命令的口吻和我讲话，我真的要怀疑你是不是我的克星了。你放开手进攻，我将全力协助你进行防御。嗨，好歹我也算是你主人，就不能换个尊敬点的称呼吗？叶晨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来进攻，你来防御。哎，我怎么感觉灵浩好像生气了？这样的手段还是无法伤到我的。啊，灵浩原来这么可怕吗？灵浩，你刚才是不是生气了？你感觉错了，我没有。我怀疑你具备人类的情感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敌军溃败了，全体人员立刻追击！杀了这么多战士还想撤退？不可能！幸好这家伙一根筋，说不然我刚才怕是就要露馅了。以后还是要小心一些才好。我原以为9号堡垒已经被放弃了。叶晨，你刚刚加入星宫战场，有所不知，最开始在星宫战场上一共有34座堡垒，也就是34道防线。但是从上个月开始，我军大规模溃败，如今只剩下了9个堡垒。如果防线全部被突破的话，敌人就会降临蓝星，屠杀、掠夺。敌军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的敌军根本不是人类。距离上次会议已经有2天时间了。你们准备的如何了？林豪，你一定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挑事吗？这2天的新闻你们也看到了，全都是叶晨率队力挽狂澜，挽救9号堡垒的消息。这必然是星云在背后推波助澜。星云在给叶晨造势，对叶晨动手就是挑战星云。无论是要为小天报仇，还是防范星云对叶晨造势成功后的威胁，我都没得选。2位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目前，蓝星网络出现了关于叶晨的负面消息，其中不乏暗中勾结敌军，借此获取战功等行为。消息在网络上迅速发酵，在天宫集团的号召下，各大势力针对叶晨过往的住处展开搜索，意外搜寻出一具与敌军相同型号的重型机甲。叶晨，你怎么看？林豪反应速度很快，一开始我就说过，要给你造势，势必会引起林豪的反扑。林豪这次意料之内的反击，你打算如何应对？
他们根本不在意我是否真的通敌，只是有人想看我开膛破肚。既然如此，请将军帮我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。我会帮你安排人在发布会给你撑腰，防止林豪那边的记者搞事。将军能否再帮我一个小忙？能不能再帮我预支10块能量晶体？10块？你这小忙，你知不知道10块能量晶体是什么概念？1块能量晶体能支撑一艘太空战舰1年的动力，你当能量晶体是大白菜吗？我会展现出远超能量晶体的价值。即便如此，10块能量晶体也太多了，我最多只能许诺给你1块。将军，您也不希望我死在蓝星的内斗上吧？2块。将军，停，就只有2块，你不要就1块都别想拿到了。哎，那好吧。这家伙赖皮起来，怎么和艾琳陛下在私下的时候那么像？可恶，一定是叶晨又在打什么坏心思。林浩，猜猜我又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哼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估计又是那该死的能量液。那，怎么样？能量晶石，太好了！有这2块，我就能加快恢复速度了。也不知这家伙是怎么从星云那里要来的。林浩，在没有能量晶石的时候，你称呼我为叶晨，那么现在我手上有整整2块能量晶石，你该称呼我什么？叶晨，你干嘛总是揪着这点不放？有意思吗？叶晨帮助我修复的同时，也是在帮助你自己。那我不管。叶晨大人，这还差不多。叶晨，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你大卸8块。叶先生，请问您对于最近蓝星上的传言怎么看啊？您真的过界外族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您能否拿出证据呢？截至目前为止，联盟军没有对我做出任何调查和惩处的行动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那您该如何解释从您家中搜索出的重型机甲？您在离开天宫集团没有资源支持后，是如何打造出0号这种强大的机甲的？因为我对叶晨提供了一些材料方面的支持。若是你们执意认为叶晨和敌军有所勾结的话，不妨把我也算进去。还有我，如果非要算的话，我也为叶晨提供了不少资金方面的支持呢。可是，怎么？如果再算上我们，不知道够不够？我是星空战场9号堡垒最高指挥官。此前9号堡垒曾连续遭受2次敌军大规模侵袭，死伤无数。5天前，敌军再次发起第3次进攻，9号堡垒陷入绝境之际。正是叶晨率领他的部队挽回了9号堡垒覆灭的命运，也正是因为叶晨，我和我的部下才得以生还。现在竟然有人说叶晨暗中勾结敌军，很好，那就将我和我的部下一起算进去。我们愿意为了蓝心拼死奋战，可我们绝不愿见到本该站在光芒下的英雄被污蔑成奸细。各位，请先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林豪，天宫集团掌舵人。林豪，你终于还是忍不住出来了。看来你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。现在整座大楼都已经被3大集团的机甲包围，你插翅难逃。天宫集团，你们难不成想要在大庭广众下对刚刚立下战功的英雄出手吗？英雄？什么时候暗中勾结敌军的人也配被称之为英雄了？叶晨，你在赛场上扼杀蓝星天才，又暗中勾结敌军，蛊惑人心，甚至就连星云将军也被你蒙蔽了过去。只是很可惜，你骗不了我。今天3大集团将在这里将你和你的同伙全部斩除。混账！就算再怎么解释，也掩盖不了你们的恶行。都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点动手！林浩，哼，林浩，谢了。若非我还要靠着你来恢复，绝不会帮你。就在这里，彻底了结一切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
冲场袭击！李浩，星云将军绝不会原谅你今天所做的一切，会亲眼看着你们送上绞刑台。星云，他能活着回来再说。动手！叶晨，你们先退下，这里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叶晨，林豪，立刻准备离开。另外，通知所有作战单位准备覆盖式轰炸。林豪，你疯了！若是在这里进行覆盖式轰炸，那周围要波及多少人？不过是一群贱民，死了又如何？反正很快蓝星就会覆灭，而我们将会成功迁移到其他星球。这里曾发生的一切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林豪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们以后会知道的。林豪，你为了杀我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愣着干什么？动作快一点！叶晨，就算你杀了我，又有什么用？你还有你的朋友，甚至是整个蓝星，统统都要给我陪葬。那还真是辛苦你了。执行毁灭计划，立即开始全面覆盖轰炸！你们都在干什么？你们难道听不见我的命令吗？立刻开火！我命令你们开火！别喊了，他们听得见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所有人立即撤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叶晨，你们……林豪，在集团派出大部分精锐力量的时候，叶晨的部下埋伏在了我们集团大楼的附近。林浩，我们已经输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只是抽调了3大集团的精锐力量，还有一部分警备力量的。只凭叶晨的那几个部下，怎么可能？我们的精锐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叶晨，你以为我已经输了吗？你还有什么招数？如果我所料不差，现在星空战场已经开始大规模溃败了吧？什么？星空战场上的各座堡垒都是由3大集团亲自参与建造的，而就在不久前，我亲手为那群怪物提供了堡垒的建造图纸。怎么，这就控制不住你想要杀我了？不仅如此，我还切断了星空战场与蓝星之间的通讯，蓝星战场将不会再有任何援军。现在所有身处于战场的人，包括星云在内，一个都别想活着回来。他在激怒我，你似乎很希望我立刻杀了你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就这么轻易死去，你一定会背负着全世界的憎恶，踏上绞刑台。你敢？通敌的渣子必须得到审判。仍是无法和地面取得联系吗？是的，将军，我们还在努力接续信号。如今的星空战场已经变成了绝地。将军，8号堡垒失守了。在最后关头，指挥官启动了堡垒的自毁装置，8号堡垒除了我以外，全员战死。混蛋，屡次冒犯我也就罢了，还总是喜欢拈花惹草。我生平最痛恨的便是你这样的家伙。叶晨，你有把握吗？我本以为林豪只是切断了星空战场与蓝星的通讯，没想到他连双方往返的通道也一并摧毁了。虽然3大集团在我们逼迫下正在进行紧急修复，
但到那时再由星云将军出面召集，恐怕虫族已经兵临蓝星了。因此，我必须提前开始动员。叶先生，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开始吧，各位蓝星的民众，我是叶晨。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。目前，星空战场正在遭受敌军的大规模侵袭，星空战场与蓝星之间的通讯被敌人彻底切断，我们目前无法与战士们取得联系。搞什么呀？骗人的吧？叶晨该不会真的和敌军暗中勾结了吧？别乱说，三大集团不是已经站出来进行澄清了吗？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蓝星战场的具体战况，但我们必须提前做好战斗准备。我无法以联盟军的名义召集各地区的部队参与作战，但我将以个人的名义号召各地区的机甲战士们前往神机城，加入到保护蓝星的战斗中来。星空战场是蓝星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我们的身后是万家灯火。无论前线战况如何，无论敌人力量如何，我都将冲锋在前，绝不后退。拜托了，同志们！谁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啊？就凭他一句话，要我们去战场上拼命？哼！如果叶晨说的都是真的呢？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和妈妈在等着你回来吃晚饭呢。乖啊，爸爸很快就回去了，你们在家等着啊。喂，这么快就要回去了？不，我要去参战。我的确不知道，但为了家人，我不能赌，我必须得去。我必须得想个办法帮叶晨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米娅，怎么样？这次老爸可是把家底儿都抬上来了，不算给你丢脸吧？啊？就算我不来，你也会想办法去帮叶晨的吧？没辙呀，谁让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呢？走吧，准备响应叶晨的号召。战士们，星空战场是我们的最后防线，我将以自身名誉在此担保，叶晨所言句句属实。我们的身后就是家园，战士们，为了蓝星，为了人民，冲！冲！将军，继9号堡垒之后，8号再次沦陷，马上就要轮到7号堡垒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和蓝星取得联系吗？就算现在联系上蓝星，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调兵过来支援。在座的各位，请做好必死的觉悟。将军，按照现在的防守方式，根本无法对敌军造成有效的抵挡。敌军很快就会攻陷所有堡垒。既然无法阻止敌人的攻势，那就放弃防守，立刻传达我的命令：所有的堡垒引诱敌军进入堡垒，在合适的时机启动引爆装置，尽可能对敌军造成杀伤。成功引爆后，所有机甲战士立刻撤退至1号堡垒，集中兵力，就在最后的1号堡垒展开最终决战。是。2块能量晶石的能量已经把0号的修复程度提高到30%，各方面综合评级已达到 S 级，操控起来变得有些困难。但是通过强化神经搏元器，进一步加深我与0号的意识链接，已经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流氓！我什么时候允许你擅自加深意识链接了？等等，叶晨刚刚分明没有开口讲话，这岂不是说我刚刚所听到的是叶晨的心声？啊，我怎么感觉有个人在我脑子里说话，好像还是个女孩子啊！刚才说话的不会是你吧？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回答？直接告诉他？不行不行！可是0号，果然是你！没想到上古科技竟然这么强大，连人工智能都达到了这么惊人的地步，简直和真人没什么两样。你说什么？人工智能？叶晨，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，你竟然还认为我是人工智能？啊，这反馈效果真是绝了！叶晨，可话说回来，你具备这么高的自我意识，为什么要一直藏着？你管我！你赶快把那个该死的神经搏元器取出来！这可是我辛辛苦苦设计的，干嘛要取出来？你难道不觉得时刻窥探一个女孩子的内心是件很不绅士的行为吗？你女孩子？叶晨，我是在命令你，不是在跟你商量。差不多就得了，你还玩上角色扮演了？你该不会以为自己是星际女皇吧？我本来就是。你要是星际女皇，那我还是星际皇帝呢。
叶晨，叶晨，蓝星和星空战场的通讯已经修复完毕了。叶晨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距离蓝星与星空战场之间的通道完全修复，还需要多少时间？预计需要12小时。12小时？星云将军，莫非战况很严峻？截止目前，我方于星空战场的堡垒，除1号堡垒以外，已经全部失守。目前1号堡垒已经聚集了战场上所有的有生力量，正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。艾琳陛下还在的时候，尚能稳定局势，可如今陛下失踪，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些，叶晨，准备听从军令。我以星际联盟上将的名义，授予你临时代理蓝星最高指挥官职权，必要时可自行决断蓝星一切事务。叶晨，若是我这边在通道修复完毕之前就失去了联络，那么你就尽可能的带着蓝星的战士和民众们，尽可能的逃吧。混蛋，去死！自爆装置启动！艾琳，我最终还是没有能信守承诺。将军，敌人的数量无穷无尽，战士们已经快顶不住了。迎战！死战不退！守护蓝星，大家都随我冲！长官，发现了人类，保留尚存活的俘虏，我们要和蓝星的人类谈判。重新链接。叶晨，真的没有办法重新取得联系吗？看来星空战场已经沦陷了。可是，最多再有几个小时，我们就能修复通道进行支援了呀。琳琳，不是每一段故事都会有完美的结局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。可是，最起码我不这么认为。你立刻去通知各地区，要求各地区务必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准备宇宙飞船，保证更多的蓝星居民成功迁移。另外，通知3大集团的机械师团队立即摧毁通道，尽可能争取时间。各位蓝星的民众，很抱歉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：通道未能及时修复，星空战场落败，蓝星的覆灭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接下来，我将以蓝星最高指挥官的名义，要求所有民众务必在短时间内带上自己的家人，前往各地区的星际航行区域，准备登船离开蓝星。在此之前，我将尽可能为大家的撤离争取时间。最后，请各位保重。叶晨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你现在立即去准备登船，提前找好位置。那你呢？别忘了给我也留一个位置。我就知道，你们一定会输。指挥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用继续守在这里了，去找你的家人吧，然后一起离开。可是，去吧。是，指挥官。叶晨，我早就说过，蓝星上的所有人，包括你，都会死。林豪，我已经彻彻底底的调查过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曾经也是贫民窟出身，想方设法的提升自身，以为可以跻身社会高层，可遭受的仍是无数白眼与冷落。所以你迫切的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、权利，从而证明自己，为此甚至不惜一切代价。所以呢，你说这么多，想要证明什么？我只是想知道，在你暗中和他们交易的这些年以来，应该对他们有着一定的了解，所以我要你告诉我他们的弱点。就算我知道，可你以为我会告诉你？如果你不说，我将在蓝星毁灭之前，在所有人的瞩目下，将你彻彻底底踩进泥潭，让你在所有人的唾骂与恶意中死去。我不知道他们的弱点，但可以提供给你我知道的信息。但你必须答应，要给我一个痛快。虽说没有能量晶石，可毕竟蓝星乱成一团，能量液大幅度降价，在大量高级能量液的帮助下，修复程度仍是达到了55%。叶晨，等我完全恢复以后，一定也要让你尝尝这些泔水的滋味。现在就这条件，
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凑合着用吧。你说的倒是轻松，可你自己怎么不用？我又没办法靠这东西增强实力。凌浩，对不起啊。作为你的主人，我却只能带你走向毁灭。你的意思，难不成……等等，什么主人？混蛋！信不信我把你那张破嘴缝上？你的综合能力提高一大截，我们还得提前磨合一下。喂，你进来就进来，能不能别乱动？他们要来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倒是对你有些改观了。哼，那你以前是怎么看我的？无耻流氓人渣！停！哪有你这么骂自己主人的？算了，懒得和你计较。不过，你真的打算就这样独自面对他们？不是还有你吗，女皇陛下？和你这家伙死在一起，我想想都觉得不甘心。算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堂堂星际女皇，为了人族战死，倒也不算。不是吧，凌浩，叫你一声女皇陛下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女皇了？叶晨，叶晨呢？他不是说要一起走吗？是啊，他说好的要一起走的。在这之前，你有见到过他吗？没有，但他和我进行过通讯，要我提前上飞船等他。这个混蛋也是这么和我说的。等等，叶晨也是这么和你们说的。目前飞船可承载人数已达到上限，船舱已关闭，即将开始航行。本次目的地火星。你们终于来了。凌浩，干得漂亮！哼，这还用你说？来吧，让我看看这些家伙到底有多少斤两。第309个。说是你打算现在撤退的话，还来得及。不好！凌浩，立即启动光盾！叶晨，已经足够了吧？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我从未想过要成为英雄，我只是想要花不完的钱，想要凭自己的心意去设计机甲。可是，叶晨，你成功了！叶晨，绝对不可以死！我以星际联盟上将的名义，授予你临时代理蓝星最高指挥之权。唯独他们的信任，我不想辜负。叶晨，你。光盾！看来就只能走到这里了。凌浩，看来我们要一同倒在这里了。怎么回事？叶晨，要我离开自己却留在这里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！叶晨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从星空战场上走出来的。你想把我打开，自己成为英雄，那怎么可能？臣，你杀了连浩，也算是为我老婆报了仇。今天就算我们父女俩还了你的恩情。
叶晨，我们之前可是奉了你的军令，才聚集起来准备驰援星空战场的。虽说星空战场已经彻底落败，不过蓝星还没有败。作为蓝星的军人，当与蓝星共存亡，临阵脱逃，像什么话？随我冲锋！你们，既然这样，没办法，只能继续战斗了。0号，我们上！指挥官，我们来给你开路。多谢。这是为什么？0号，动用隐藏能量。看来应当是结束了。他们的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更像是局域网，而他们的指挥官就相当于局域网的核心。只有击毁指挥官，就能让他们失去控制。但是你做不到的。负责进攻蓝星的指挥官是 SS 级战斗机甲，能否将其击毁，这一点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。叶晨，你干什么？啊！我又做什么了？你等等，那家伙还没死。集结！这是。0号，必须立刻阻止他！这些机甲能够以指挥官为核心，直接进行修复，从而形成更为强大的战力。除非能以绝对碾压的能量，才可以将其中断破坏。只可惜我目前虽然恢复了许多，可仍然无法掌控身体。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给我破！这是机甲解体，那叶晨岂不是？叶晨，你混蛋！看来蓝星就只能走到这里了吗？我死了吗？可是为何我刚才没有感受到疼痛？是我救了你，你没死。你是？怎么这就不认得我了？等等，你是0号。混账！你竟然还称呼我为0号！我的全名为艾琳星火，是星际联盟的最高女皇。0号，没想到你竟然可以化作实体，我实在是无法想象上古科技竟然这么……叶晨，你再胡言乱语，信不信我把你从天上丢下去？虽说我成功提前苏醒，可或许是因为仅仅只恢复了一半的缘故，导致我变成了现在这般模样。0号，你心里嘀咕什么呢？等等，我明明已经脱离了晶体，可这家伙竟然还能听到我的心声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反正就是能听见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副样子倒是还蛮可爱的。可爱？你竟然说我可爱？混蛋，还不快点把那该死的神经搏元器取下来！机甲都毁了，我哪知道神经搏元器去哪儿了？啊？那岂不是说我一直都要和你心意相通？这样也挺好的呀。要是能活着离开，到时候我再给你做一副更大的机甲。更强大的机甲？叶晨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混蛋！
我现在没心情理会你。叶晨，你要是没办法解决神经搏元气的问题，你就等死吧。那个女孩是哪儿冒出来的？她竟然会飞？这个我倒是知道一些。在星际联盟之中，除了机甲方面的技术以外，还有一种上古时期的修行方式，主要是以锤炼自身为主。可这种方式想要有所成就极为困难。据我所知，整个星际联盟唯有艾琳女皇才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等等，艾琳女皇竟然真的是艾琳女皇的小时候。凌浩，这就是你的真正实力？这算什么？我目前的实力才恢复了50%。我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你最好赶快想办法解除我们两个的意识联系。我已经说了，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状况。叶晨，你是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吗？我已经说过，没心情理会你。参见艾琳女皇陛下。战斗刚刚结束，还需要处理大量战后工作，都免礼吧。艾琳女皇，你脑子是不是被挤了？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？你们真的确定她是艾琳女皇？叶晨指挥官，虽然不知您和女皇陛下是怎么认识的，但这位的确是星际联盟的至高女皇陛下，唯独这一点我可以100%确认。所以说，你真的是艾琳女皇？不然呢？那你是怎么成为机甲的？你才是机甲，你全家都是机甲。那不过是我身受重创、用于沉睡的形态，结果却被你当成了机甲。那我之前说驾驶舱里又白又挤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直接说出来，毕竟我可以听到你的心声。那我之前灌了那么多能量液，看来你都记得了。很好，继续说。还有我之前在驾驶舱里乱摸。没错，你接着说。哎呀，这该死的神经搏元气，我岂不是……对，你完蛋了。请星云、叶晨等人入殿，接受女皇陛下封赏。真没想到，我竟然还能活下来，还能见到。奇怪，艾琳陛下怎么一直盯着叶晨看？这下老实了。陛下，您虽然是在心里说话，但能不能小点声？我听的可是清清楚楚，而且您就算是要报仇，也没必要在这个时候。我命令你不许偷听我的心声。我也不想啊。不许就是不许。叶晨等人于此番战役之中英勇奋战，战功卓著，现颁发对应勋章，并予以军职。其中叶晨表现最为活跃，并于绝境之际力挽狂澜，经陛下慎重思考，应予以额外奖赏。额外的奖赏？即刻起，任命叶晨为女皇陛下骑士团最高统领，负责守卫女皇安全。这是还为非作歹啊！我记得女皇陛下的骑士团从来都是女性啊。虽然叶晨战功卓著，惊人无比，可女皇陛下究竟是怎么了？竟然会任命一个男人为骑士团团长？骑士团团长保护女皇安全，那岂不是说我得天天和他在一起？那我岂不是……对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饶了我吧，我当时是真不知道你在机甲里面，所以才……你还敢提？这两个家伙真是无论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儿啊！肃静，
关于其他各行星在蓝星危难之际放弃支援，此事断然不容姑息。星云，这件事情就交由你来处理，务必要给我一个满意答复。是。另外，关于蓝星方面的战后问题也需要处理，若诸位有什么意见就提上来吧。艾琳陛下，要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怎么，现在不是追着我让我喊你主人的时候啦？我哪敢啊！这世上还有你不敢的事情，过来，趴下。之前你是怎么把我当成机甲用的，我就要怎么用回来。按道理来讲，之前我明明是坐你怀里的。住口！叶晨，我警告你，无论如何，你都必须把那该死的神经搏元器解决掉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一定会想办法解决掉的。有这东西在，我简直没活路啊！怎么，你就那么不想和我产生意识链接？女人真是太复杂了。少说废话，快点动起来，往前走。距离蓝星危机已经过去了3个月，在此期间，在艾琳的命令下，蓝星开始大规模重建，但是唯独这处垃圾山不允许进行任何改造。在艾琳消失期间，曾放弃对蓝星支援的各行星最高指挥官，在星云的征讨下被尽数抓获。经过严加审讯，最终得出，原来指挥官们早已和他们达成了合作关系，包括艾琳被偷袭，主要原因便是他们透露了行踪。最终，各行星指挥官被尽数送上绞刑台。琳琳成为了联盟军的高级指挥长，完成了他小时候最初的梦想。由于天宫集团的覆灭，米娅姐完成了复仇，并开始了轻松惬意的旅行。卡卡则是被艾琳弄到了皇宫，并单独设立了一处维修室，每天定时进行检查。至于我，这么快就不行了？你这分明是公报私仇！胡说！虽然你机甲战斗方面很强，可你现在毕竟是我的骑士团团长，若是在没有机甲的情况下敌人来袭，我的安危怎么办？所以你必须要修炼我教给你的东西，尽快强大起来。作为一拳打爆 SS 级机甲的存在，还需要我保护？看来训练的程度还是不够，必须要给你加重。你还说自己不是在公报私仇？那又怎么样？叶晨，叶晨，你竟然敢冒犯我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那又怎么样？糟糕，又被他发现了。发现什么？发现你已经完全恢复，明明可以变回本体，可仍然保持小女孩的模样吗？我没有。那你慌什么？叶晨，你这是大逆不道。那陛下是要治我的罪吗？叶晨，你这个混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截止目前，蓝星初步攻略计划已经失败，建议立即启动 B 计划，前提为70%以上成员同意此议案。此议案通过率为90%，立即启动 B 计划，全体准备，逐步提升速度至光速。倒计时3、2、1。他们来了。这些家伙还真是贼心不死。作为寄生在星际战舰上才能延续的文明，掠夺才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。我们之间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，必须要有一方灭亡才能结束。虽说已经见过很多次，可是你这么严肃，我还是不太习惯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果然还是这样比较可爱一点。所以你会一直在这里的，对吧？当然。那你可别不识抬举啊！既然你们还敢来，那么就开战吧，至死方休！自艾琳女皇回归后，方案 B 计划推进严重受阻，攻略权重评估最大阻力来源评估结束，评估结果
地球攻略行动中最大的阻碍为艾琳女皇的伴侣叶晨。自从艾琳女皇回归后，叶晨便一直陪伴其身侧。有叶晨作伴后，艾琳女皇的综合能力提高了至少50%，蓝星防卫军的整体实力在叶晨的整顿下也提高了至少10%。无论是对于艾琳女皇，还是对于蓝星民众，叶晨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。因此，所有成员一致决定制定暗杀计划，调用所有资源，全力排除叶晨。好久没有这么欢快的节日氛围了。自从全面开战以来，整个蓝星情绪高度紧张，重压之下，大家都根本没有什么心思玩乐。幸好这段时间不知为何，敌人的攻势一下子减弱了许多。尤其是这几招，漫天大军几乎全部撤离，看样子像是久攻不下，直接放弃攻打蓝星了。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战争，前所未有的停止了。虽然放松警惕还太早，但难免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刚好最近又是难得的星灵节，全蓝星共同的节日，不仅是普通人，就连艾琳也沉浸到了节日氛围中。叶晨，就算是在心里想，也要尊称我为女皇陛下。还有，把那个肉串给我拿过来。给你。可是我们至今还是不知道敌人为什么突然撤军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敌人有什么很危险的企图，而我们却不知道。艾琳陛下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一直和叶晨待在一起，现在她比起威风凛凛的女皇，越来越像是任性的小女孩了。居然还说什么要趁着过节和叶晨一起去逛街。虽然我能理解，几个月来敌人的攻击完全停止了，甚至一点试探性的攻击都没有，仿佛彻底放弃了。但越是这种时候，就越不能放松警惕。敌人如此狡猾，很有可能会趁此机会偷袭。报告，将军，有突发情况。进来。将军，我们的探测装置检测到了敌人动向，规模前所未有的庞大。什么情况？具体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敌人并没有放弃入侵，而是一直在蛰伏。他们从这里悄悄集结了大部队，很明显是要发动总攻。这里是11区，是我们的军事重地，而且敌人这个规模调用的资源几乎是往日的5倍以上。看样子他们是对11区势在必得。还好我早有预案，这么点人还吓不到我。他们敢来，我就敢收。传命令，全军出击，在11区前拦截敌人。是。那个将军，我还有件事想向您确认一下。什么？如果属下没记错，女皇陛下和叶晨大人现在似乎刚好在11区附近微服私访。微服私访？他们分明就是撂摊子去玩了。属下在想，要不要去通知2位大人，请他们回来主持大局。不用了，我有自信，敌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突破11区。难得女皇陛下有如此雅兴，我们就别去打扰她了。是。不开一击。其他区域有什么动静吗？报告，其他区域一切正常，敌人的大部队全部集中在11区。继续侦查，绝对不要轻敌。是。好奇怪的感觉，敌人的着力点很不对劲，仿佛他们的目标并不是11区。既然如此，那他们的目标究竟是在哪儿呢？第一道防线的边缘漏了几个人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这在预估之中。等等，什么？怎么了？将军，敌军部队突破第一防线后，并没有突进11区，他们的目标是11区附近的居民区。难道说敌人的目标是快点调集军队，全力守住居民区？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攻进去。可是11区的防卫……暂时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我们必须要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。最坏的情况，将军，敌人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恐怕是截杀叶晨。啊！女皇陛下，请用水。刚好有些口渴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难喝！熟悉吗？当初我刚捡到你的时候，最常喂给你的就是这个呢。这是最低级的能量液。叶晨，你这混蛋，居然又给我喝泔水！你……哈哈哈。什么动静？烟火啊！快看，天上那是机甲，可那看上去不像是我们的型号啊！
是重型机甲，敌人打进来了！我们来保护民众，迎上去！好强！机动性，这是敌人中的精锐吗？居然让敌人跑到这儿来了，希文那家伙到底在搞些什么？艾琳，看天上，敌人的援军来了！叶晨，救我女皇陛下！第1阶段已完成，成功突入大气层，降落蓝星。第2阶段已完成，成功发现目标叶晨。接下来执行第3阶段，将艾琳女皇与叶晨分离。该死的虫子，居然分头逃跑！艾琳，我们分头就阻止他们。叶晨，你这混蛋，居然趁我不注意又偷偷造了台机甲！算了，晚点再来和你算账。该死，他们真的只是来居民区破坏的吗？这批敌人恐怕调用了不少资源，机甲性能至少是以往的3倍，偏偏这台新造机甲只是试验品，性能远远比不上0号。这里我只能想办法拖住，等艾琳过来解决他们。第3阶段已完成，成功使目标落单。接下来执行最终阶段，不惜一切消灭目标。哼，该死的虫子！难得的心灵节，居然还来打搅我，逛街的兴致都没了。喂，谁？艾琳陛下，因为敌人电波干扰，所以一直难以联络您。我知道，不就是敌人入侵居民区吗？刚好给我碰上了。我已经消灭一大半了，剩下的归你们，不要老让我给你擦屁股。可是，陛下，雷达显示，在你周围的敌人只是一小部分，从刚才开始，大部分敌人都朝叶晨那里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叶晨，陛下，敌人的目标是叶晨。该死，敌人怎么越打越多了？蓝星女皇骑士团团长叶晨，同时也是带领蓝星力挽狂澜的重要人物，无数人心中的英雄。只要除掉你，就能重创蓝星士气。原来如此，冲着我来的，想拿我的人头，倒是先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。最终阶段完成。梦里想去吗？电磁波干扰武器实验效果不错。叶晨这家伙有2把刷子吗？不愧是我的骑士团团长。艾琳过来了，好，总之先去和他会合。等等，机甲怎么动不了了？本次行动我们已经花费大量资源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即使是牺牲掉我们自己，后备隐藏能源启动，所有单位自爆。什么？叶晨，叶晨，喂，叶晨，别装了，快起来！你可是我的骑士团长，我锻炼你那么久，没那么容易死的。叶晨，叶晨，还不出来吗？那你完了，你忘了吗？有那个该死的神经bor元器，我们的意识是链接在一起的。只要我想，我可以立刻找到你。为什么意识的另一边空荡荡的呢？叶晨，叶晨！现在播报紧急新闻。根据现场记者报告，大家熟悉的指挥官叶晨大人已于昨日的突袭中确认丧命。关于叶晨大人的后事，女皇陛下暂时还没有发出指令。根据专家判断，叶晨大人功勋卓著，预计将会举办最高规模葬礼。英雄叶晨大人居然死了吗？叶晨大人死了，我们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吗？陛下，战场的收集结果出来了。说，战场上确实找到了属于叶晨的生物组织，包括皮肤、内脏以及脑组织。现在可以下定论，叶晨确实是死在那场爆炸中了。关于您和叶晨踪迹泄露的问题，已经开始排查了，2天内就会有结果。这都不重要了。陛下说的对，找出是谁泄露了行踪根本不重要，当务之急是叶晨大人的后事。宣传大臣，您的意思是？叶晨大人乃是全蓝星的英雄，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。敌人付出那么多代价，也要强行杀死他，
其目的毫无疑问是要打击我方士气。越是如此，我们越不能让敌人得意。举办国葬，配合宣传，让民众化哀伤为愤怒，这才是当务之急。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，对吧？这些虫族还是太愚蠢了，以为杀了叶晨大人就万事大吉，殊不知道真宣传起来，这死人比活人还要好用。你说什么？陛下，您这是……滚！不想被我宰了就赶紧滚！我这就滚。陛下，艾琳，你稍微冷静一点。我能理解你因为他想要利用叶晨的死而愤怒，但是无论有没有人利用，叶晨的死都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。自从战争开始，你和我都见过无数战士的牺牲，叶晨的牺牲并不比谁特殊，只不过每个战士对于他的亲朋好友而言都是特殊的，每个战士牺牲时都会有这些特殊的人为他感到无比痛心，而这次只是刚好轮到你了。我走了，你可是蓝星女皇，我相信你能明白我的意思，振作起来，只有这样才能为叶晨报仇。混账星云，你懂什么？这是最低级的能量液。女皇陛下，请用水。刚好有些口渴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难喝。熟悉吗？当初我刚捡到你的时候，最常喂给你的就是这个呢。这是最低级的能量液。叶晨，你这混蛋，居然又给我喝泔水。还要点能量液？这具机甲损坏的太严重了，最低级的能量液就行。最低级的能量液，混账！那不就是泔水？你要是真的敢喂我喝泔水，你就死定了。果然是泔水，好难喝。果然还是这样比较可爱一点。所以你会一直在这里的，对吧？当然。骗子！胡说！虽然你机甲战斗方面很强，可你现在毕竟是我的骑士团团长，若是在没有机甲的情况下敌人来袭，我的安危怎么办？所以你必须要修炼我教给你的东西，尽快强大起来。作为一拳打爆 SS 级机甲的存在，还需要我保护？看来训练的程度还是不够，必须要给你加重。我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，才想要你变强啊！这么久了，女皇陛下还是没有来上朝，不会真如传闻那样，陛下伤心过度，昏死过去了？昏死不至于，但陛下极度伤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之前宣传大臣提议要给叶晨大人举办葬礼，结果陛下一怒之下直接把宣传大臣给轰了出来。也不是不能理解陛下的心情。哎，待会儿咱们谁也别提葬礼的事情。为什么不提？叶晨劳苦功高，颇有名望，凭什么不给他举行葬礼？陛下，请问为叶晨举办什么等级的葬礼好呢？叶晨级，意思就是在现有的最高等级之上再加一级，命名为叶晨级。这场葬礼的一切都要超规模，全蓝星直播，并且葬礼时我要在全蓝星面前宣布，接下来我们将与敌人展开决战。决战！我们与敌人已经战斗无数年了，发生过无数牺牲，我已经不想再看到更多牺牲了，是时候终止这场战争了。陛下说的对，英雄叶晨刚死，只要做好宣传，就能让全蓝星众志成城，上下一心。这是叶晨最后为我们争取的机会。为叶晨大人报仇，一战定乾坤。我这是在哪里？这是哪里？发生了什么？艾琳呢？等等，我好像想起来了。最后关头，那群虫族机甲围着我自爆，我似乎是被炸死了。最后甚至还看到了我自己的内脏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又是在哪里？为什么还活着？你的肉身已经死了，现在是意识还活着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按照族群编号，你可以叫我虫群928，同时我也是你意识的接受者与引导者。以人类的社会关系来理解，我算是你的母亲。啥？虫群？
还有我的母亲。是的，并且现在你也是虫族啊？啥？我是虫族？我是前去参与消灭你的虫群之一，在你的肉身死亡时，你的意识意外接入了虫群网络，成为了我们的一员。这在我们族群中并不是新鲜事，虫族本身并不具备繁殖能力，我们想要增加个体，需要大量吸收肉身死亡的意识。但是像你这样的个体却是极为罕见。什么意思啊？其他意识在成为我们的一员后，都会立刻泯灭原有的个体意识，快速转化为虫群，变成他们那样。但是你却不一样，你完全保留着原生个体的意识与认知。换而言之，你虽然已经是虫群的一员，但是并没有变成虫。简单来说，我没有变成像你这样的光球，而是维持着人形吗？没错，这种例子极为罕见。你的意识似乎链接着什么，帮助你维持自我意识。链接着什么？我懂了，是神经搏元器。我的意识是和艾琳链接在一起的。我现在就像是风筝，靠着艾琳手中的风筝线，勉强停留在地面附近，完全感受不到艾琳那边的想法。倒也正常，神经搏元器的带宽有限，光是留住我就占用了所有资源。等等，我这一下联系，艾琳不会以为我彻底死了吧？完了，艾琳那家伙虽然说是女皇，但性格还是更偏向小女孩。要是以为我死了，她指不定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，比如举全球之力发动与冲突的决战什么的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告诉她我还活着。那样是没有意义的。1745号，1745号，你是在叫我？是的，以人类的定义，你毫无疑问已经死亡了，你的人类肉身已经彻底消亡。不管你承认与否，现在的你都是虫群的一份子。过去的社会关系已经没有意义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投票，并执行大群的命令。那如果我拒绝呢？你们会想要消灭我的意识吗？不，虫群注重效率优先。当某个个体因为特殊原因而无法执行命令时，大群会选择弃之不管，选用其他个体执行命令。那你呢？你的任务不是消灭我吗？我的任务是消灭你的肉体，而现在人类叶晨已经死亡，存在的只有虫群意识个体1745号。虽然你的存在形式很特殊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无论是我还是整个虫族，都没有理由去消灭你。那就好，暂时是不用担心意识被消灭了。敌方女皇发来战书，要与我族决一死战，已拟出各项应对方案，请大群所有个体参与投票。我就知道，艾琳那家伙，果然我一死就冲动上头了。话说回来，这是什么动静？谁在说话？这是女王的广播。女王？难道是虫族的统治者？可我记得你们不是集体意识吗？女王不负责统治，女王是虫群的大脑。每当遇到各种重大问题时，女王会拟设各种方案，由全族群所有个体投票决定。不负责拍板，但是却负责指定方向吗？有点意思。嘿，928，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？1745号？你们这个女王是怎么选出来的？识别个体蓝星女皇艾琳星火，开始。碍事。第一部队，随我继续突击。女皇陛下这次好反常，不仅亲自率领先锋部队，而且一上来就火力全开。该死，这样我们根本跟不上。艾琳，你难道……艾琳，星火，星盟女，理应坐镇后方的你，为何会作为先锋出现在这里？理解不能。没事，我本来也没指望你们这群没有感情的机械去理解。你们只需要知道，今天不死不休。该死，艾琳冲得太快了，她果然已经彻底失去冷静，只想着去为叶晨报仇了。我必须赶紧追上去，把她给拽回来。动不了了，一群混账虫子，烦人的要死。什么？得救了？是那只虫机甲做的。那只虫机甲为什么要救我？而且那个动作总觉得好眼熟。这是虫群女王的位置，还有一段文字计划说明书。等等，你是……
原来如此，时间紧迫，我就不做多余的寒暄了。我会立刻将该做表发给全军，让全体人员进攻此处。也请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如果你的计划顺利，我们确实能够彻底终结这场战争。还有，结束之后，请你好好批评一下艾琳陛下，让他以后不要再这样乱来了。现在整个世界，恐怕只有你的话能真正说到他的心里去。该死，这群虫子真是没完没了！各单位注意，现在将该目标的优先级调整至最高。只要拿下这里，我们就能胜利，彻底终结这场战争。终结这场战争，这真的有可能吗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技术们，给我冲！敌人疑似识别女王位置，大举进攻中，除去与艾琳星火交战的个体，所有个体的回防，保卫女王安全，保卫女王安全，抵御敌人入侵。错误，错误，理解不能，理解不能。个体1745号，为什么？选出来，虫群的女王不是选出来的。自虫群诞生起，女王就一直是女王，一直没有变过。是的，无数年来，女王权限一直都在名为女王的个体手上，未曾有过更迭传递。这么多年，难道就没有一只虫想要去杀死女王，取而代之吗？你的问题没有意义。第一，所有虫群都无法伤害女王权限的持有者。第二，这没有意义。女王是虫群的大脑，而我们则是虫群身体的细胞。难道说人类的免疫细胞、消化细胞或者生殖细胞会去伤害大脑吗？1745号，你为什么能无视女王权限攻击我？你这么做又有什么逻辑支撑？理解不能，理解不能。我不是什么1745号，我是艾琳的贴身骑士团团长叶晨。王权更迭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虫族的王。是入侵者，解决掉他。虫王权限其一，任何个体不得伤害虫王。如果是人类，我这样做无异于作死，但你们是机械，无法反抗预设好的程序。没有用，就算你窃取了女王权限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所以说，你们只是程序，无法理解人类的思维想法。我比谁都清楚，无论是怎样完善的程序，都绝对有着逻辑漏洞。虫王权限其二，现在开始为全体虫族拟设2条方案。方案 A， 全虫族立刻停止与联盟军交火，解除武装，原地爆炸。反对该方案，该方案会导致虫群灭亡。我们选择方案 B。方案 B， 全虫群个体列队向太阳前进，一边扭秧歌一边跳进去。反对该方案，该方案同样会导致虫群灭亡。我们选择方案 A 不可选，方案 B 不可选，无其余备用方案。错误，未知错误，逻辑错误。看吧，这就是你们所存在的漏洞。在你们的程序中，并不存在除投票以外的选项，而有资格拟设方案供你们投票的，只有虫王。错误。根据推算，无论选择哪条方案，大人都将会灭绝。额外追加方案 C， 全体虫群个体从此以后完全遵守我的意志，我的命令，不得违抗。稍微有些冲过头了，能量快耗尽了。该死，我到底是在做什么呢？明明就算把敌人杀光，叶晨也回不来了。原来如此，我大概只是单纯想赴死吧。抱歉，星云，诸位指挥官们，如此冲动行事，我不是一名称职的女皇，但是没办法，如果不是叶晨，我早就灭亡，只能用这条命去回报他。
叶晨，我真的好想。好想什么？全机械的金属身体，好不习惯啊，连触感都没有。还是人类的身体好，晚点得想办法重新造一个。叶晨，骑士团团长向您报道，女王陛下，很抱歉无故旷工了几天，不过请听我说，这都是有原因的。希望你可以不要扣我工资绩效奖金。我以为你死了，我为你举行了顶级葬礼，叶晨级葬礼，我率领所有人和虫族决一死战，我连命都不要了，给你报仇。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神经博元气完全找不到你，而且你这身体是什么状况？凉冰冰的。说来话长了，简单来说，现在我变成了虫族的统领，他们已经全部被我控制住。从此往后，联盟军与虫族再也没有战争。在那么多年的抗争后，我们终于胜利了，不会再有任何人因虫族而牺牲了。这是你多年的夙愿吧？怎么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？不重要了，那些都不重要了。你回来就什么都好。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我答应过星云，要好好教训一下冲动上头的女皇陛下，以后不准再做这种事情了。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如果不是你，我用得着这么大动肝火吗？我知道，谢谢你，艾琳。果然，哪怕没有这次巧合，人类最终肯定还是能够战胜虫族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因为虫族没有情感，只有逻辑，所以他们会选择为了苟活而全面投降，而人类却愿意为了他人而去死。肉体难以胜过钢铁，但机械的程序也敌不过情感和爱。是什么爱的？我可没说过这些幼稚的字眼。叶晨，你混账！